第221章陵墓和悬赏。知道，克莱恩心中一喜，连忙问道：“在哪里？”他心里已经做好了给咨询费的准备。沙伦坐在那里，没有多余的动作，就像会说话的人偶一样道：“马里奇参加的一个聚会里，曾经有人发现了一座古代贵族的陵墓。他们探索了外围，没敢深入，但有发现人皮幽影活动的痕迹。他们希望招募起一支足够强大的队伍，完全发掘那座陵墓，平分里面值钱的物品，在彼此都不算熟悉的非凡者聚会里寻找帮手。双方拿什么来保证对方可信？万一根本没有陵墓，只是一个预设的陷阱呢？”克莱恩念头闪动，配合着问道：“他们有成功吗？”有。沙伦言语简洁的回答。克莱恩暂时没去追究细节，压着嗓音，避免被马车夫听到。然后呢？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沙伦平静的描述道，其中一位成员是马里奇的朋友，他也在这件事情里彻底失踪了。不等克莱恩再问，他继续用那虚幻飘忽的嗓音道：“马里奇找到了他朋友的一些物品，我用占卜的方式追踪至白崖镇，在斯特福德河拐弯处发现了一个隐蔽的陵墓入口，马里奇的朋友就在里面，但已经死去。你进去了？”克莱恩脱口问道。没有，用另外的办法确定的。沙伦略作解释，那座陵墓让我感觉很危险，我没有尝试探索。说到这里，他用蔚蓝的眼眸直视着克莱恩道：“如果没有序列斯的非凡者或相应程度的封印物做帮手，最好不要深入那座陵墓，连你都觉得很危险。我不需要去灰物质上占卜，也能知道究竟有多么可怕。”克莱恩垂下目光，望着车厢的地板，想了几秒道：“知道是哪个古代贵族的陵墓吗？”沙伦没有停顿的回答道：“他的姓氏是阿蒙。阿蒙寄宿分身于小太阳体内，险些潜入灰物之上神秘空间的那个阿蒙所在的家族的成员。”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眼皮的微跳，疑惑问道：“确定吗？”这个瞬间，他脑海内已是浮现出一道身影，黑色古典长袍，同色尖顶软帽，宽额头，瘦脸庞，黑眼珠，黑头发，戴着一块水晶制成的单片眼镜。沙伦淡金色的头发映着窗外穿透薄雾的光芒，就像一幅大师描绘的油画。他平淡如常的说道：“根据初次探索收获的物品，聚会里一位擅长古代历史的成员判断，陵墓的主人属于第4纪的图铎王朝，家族名称是阿蒙。真是第4纪的独神者家族啊！这个家族并没有如亚伯拉罕们那样被诅咒困扰，也不像安提戈努斯家族直接就被某位神灵的教会毁灭了。根据那位阿蒙在白银城表现出来的特殊和强大，这个家族的情况也许可以用扎拉图来类比，都隐秘的传承着，都有高序列，甚至达到天使位阶的强者存留，都保守着某些至关重要的秘密，比如神器之地的坐标。这样一个家族遗留的陵墓，危险可想而知，说不定那位阿蒙还会借助某些变化，从遥远的神器之地投来目光。不能用中低序列者的情况来推测半神半人的可怕。克莱恩没沉思多久，就否定了自己去探索阿蒙家族陵墓的可能。他略感失望的抬头望向沙伦：“指那里有人皮幽影吗？”沙伦摇了摇头：“不。”克莱恩眼睛一亮，摆出倾听的姿态。沙伦嗓音没有变化的说道：“我参加的一个聚会里，有非凡者承诺，只要有人能完成他给出的任务，他就满足对方任意一个合理的要求。材料方面的限制是高序列以下，也就是说高序列以下任意一种非凡材料，他都能给予。”克莱恩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吹牛的吧，即使黑夜女神教会也的圣堂，也就是宁静教堂，才具备这种可能，而其中很多材料并不需要常备，因为根本用不上。面对克莱恩的质疑，沙伦平静回应道：“他是一位高序列强者。”高序列强者，难怪，这都是各大教会各个隐秘组织的高层了，即使本身不属于哪方，也会吸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不过高序列以下任意一种非凡材料的承诺，也肯定有水分啊。克莱恩一时念头纷呈。沙伦言简意赅的补充了一句，他又说某些材料需要一定的周期，这才对吗？克莱恩颇感兴趣的问道：“他给出的是什么任务？”沙伦一直做得端庄而笔直，调查侠盗黑皇帝的真实身份。克莱恩相信，如果这一刻他在喝水，肯定已经控制不住的喷向了对面。我招谁惹谁了？怎么被一位高序列强者盯上了？他先用中文在心里喊了一声冤，接着快速分析其可能的对象：黄昏隐士会的成员，因为侠盗黑皇帝杀掉了欲望使徒贝利亚，
极光会的成员，他们从卡平事件现场留下的塔罗牌联想到愚者，从而决定调查侠盗黑皇帝。三大教会和军情九处的成员，单纯为了弄清楚卡平事件的真相，每个都有可能，每个都无法排除啊。克莱恩没表现出异常，斟酌着问道。他为什么调查侠盗黑皇帝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沙伦用最简洁的言语回答道。克莱恩思索了2秒，组织着语言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想知道应不应该接这个任务。沙伦沉默2秒，似在回忆。接着他描述道：女性，1米7以上，身材比例很好，栗色长发，有做伪装，爱穿黑色皮靴，只偶尔参加聚会。最早出现于2个多月前，爱穿黑色皮靴，女性，高序列强者。这3个关键词连在一起，顿时勾动了克莱恩某段记忆。他去王国博物馆窃取黑皇帝牌时，有在还原的罗塞尔大帝书房内遇到一位手段神秘诡异的高序列强者，对方只露出穿着黑色皮靴的双脚。等到他借助灰雾之上的力量逃离，又因为万能钥匙的副作用直接撞上了恶魔犬，不得不大喊救命。于是以夏洛克·莫里亚蒂的身份再次见到了那位女性半神。他怎么会找侠盗黑皇帝？他确认盗走亵渎之牌的窃贼是一个灵体，并且知道灵体携带并包容住黑皇帝牌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于是锁定了特征吻合的侠盗黑皇帝。克莱恩迅速想到了一个很具备说服力的可能，唯一让他不解的是，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拿走的是黑皇帝牌，而不是别的什么牌，比如深渊牌、太阳牌？除非他就是冲着那张亵渎之牌来的，提前已经调查清楚那是黑皇帝牌。沙伦小姐说，她2个多月前才首次参加聚会，这符合以罗塞尔展览为目标的特征。之后偶尔参与，没离开贝克兰德，或者说定期返回，就是为了寻找夺走黑皇帝牌的敌人。克莱恩思绪电转，微微一笑道：我会帮他留意的，希望能有收获，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收获。他在心里毫不犹豫地补了一句。沙伦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下头，没再说人皮幽影有关的事情。很显然，他只有那么2个线索，但这也比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和智慧之眼艾辛格斯坦顿的圈子强多了。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掩去心里的失望，以寒暄的姿态关心了一句：你和马里奇没再受诅咒困扰了吧？深红月冕只有一个。沙伦平静回应。佩戴深红月冕的人能免除满月的影响，是一种们梦寐以求的物品，也就是说，一个没事，一个照常。被满月影响时，马里奇会近乎疯狂，沙伦小姐则是失去力量，看来是马里奇在使用。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转移了话题。你们有找到解除怨魂史蒂夫遗留非凡特性里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吗？他就随口问一句，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心里认为还是太阳同学那边比较有把握。没有。沙伦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也许将来我会卖这个办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已经攒好了金棒。克莱恩嗯了一声，忽然不知道该聊什么事情了。他停顿几秒，才开口问道：白牙镇在哪里？贝克兰德郊外，大桥南区以南。沙伦相当简洁地回答道。他再次看向克莱恩的眼睛。没有别的事情了？没有。克莱恩先是摇头，旋即又问了一句：我可以将那座陵墓的事情告诉别人吗？可以。沙伦穿黑色宫廷长裙，戴小巧软帽的身影迅速变淡，消失在了马车车厢内。或许是为了隐藏自己，他从来没有喷香水的习惯，只留下再次空荡的环境。第222章聚合效应。晚上8点，丰收教堂。重新换回正常装束的克莱恩借按压礼帽边缘的动作，悄然环顾了一圈，然后才步入大厅，走向右侧3排烛火前的埃姆林怀特。那吸血鬼脚边放着一只黑色的手提箱，它的表面似乎覆盖着一层灵性之墙。察觉到夏洛克·莫里亚蒂进来，埃姆林先是一喜，旋即露出警惕的神情。他弯腰拿住手提箱，向斜后方退了几步，更加靠近了正专心祈祷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这是怕我强抢非凡材料啊！克莱恩停在3米开外，微笑说道。先让我验证一下是不是我需要的那2件材料。埃姆林怀特伸手梳理了下头发，将皮箱提至胸前，啪的一声解开了暗扣，灵性之墙随之破碎，化作一阵清风穿过祈祷大厅。早就开启灵视的克莱恩当即看见了阵阵奇异绚烂的光芒，那是诸多非凡特性绽放的灵性光彩。皮箱内有2个小盒子，一个由白锡制成，多有花纹，
古朴厚重，一个则是纯粹的纸盒。埃姆林单手托着黑色的皮箱，打开了银白但略显暗淡的锡盒，里面的物品仿佛剥掉外壳的胡桃，橙黄棕色，有大脑纹路般的凸起和凹陷。随着烛火的摇曳，它不断变化着外形，时而灰白，长出褶皱，时而深棕，光滑至极，时而两色交杂，勾勒出没有五官的面孔。一看到它，克莱恩就感觉已彻底消化融入自身的魔药力量有些许异动，就像磁铁遭遇了一击。他以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身体，压下了这种彼此吸引的感觉，心里已然明白，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千面狩猎者脑部变异垂体。看来罗塞尔大帝在日记里的猜测却有可能，同一途径的高序列物品会间歇性的、无意识的吸引中低序列的非凡者来到他的附近，且有彼此聚合在一起的倾向。虽然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变异垂体距离高序列还很遥远，不会有那种奇妙的吸引力，但本身附集的非凡特性已经足够多，加上我也消化掉了序列期的魔药，两者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类似的征兆。我以前没有察觉，一是相应的非凡材料品阶低，二是自身的实力差，序列不够。对了，每次消化完魔药，我周围都似乎会出现一片虚幻的星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璀璨，它们彼此间互相牵引，试图靠近。这也许就是同一途径内非凡特性聚合定律的图景，而且质量越大，引力越强。那么，相近道路的非凡特性会符合这个定律吗？克莱恩表情不变地回想起了罗塞尔日记里的记载，并结合自身3次消化魔药的体验，大致确定了某条定律的存在。埃姆林怀特戒备地瞄了他一眼，快速合拢锡盒，转而揭开旁边的纸盒。纸盒的内部垫着密密麻麻的棉花，中央躺着一个能装200毫升液体的玻璃瓶，里面一半空着，其余地方则流淌有能随光线变化修改自身颜色的粘稠水液。还有问题吗？埃姆林关上了纸盒。我再确认一下。克莱恩掏出一枚金币，让它在指缝间旋转跳跃，仿佛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铮，金币弹起，又落了下来，摊于克莱恩的掌心。这一次，人像朝上，表示肯定。克莱恩轻轻点头，从衣物不同口袋内分别掏出了一叠又一叠钞票，有10磅面额的，有5磅的，也有1磅的，1450磅。克莱恩将那些现金堆高，放到了旁边的桌椅上。退后几步，不，5步。埃姆林谨慎地喊了一声。克莱恩笑着抬了抬双手，向后连退5步。埃姆林小心翼翼靠拢过去，检查了下那堆现金里是否有白纸，略作点数。他将手中的皮箱扔向了交易对象。克莱恩吓了一跳，身手敏捷，判断精准地接住了皮箱。他害怕玻璃瓶摔碎，让千面狩猎者的血液渗透出来。而埃姆林怀特趁这个机会收拢钞票，快步退到了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的旁边。他这才松了口气，认认真真检查起金额和真伪。看到这一幕，克莱恩不由回味起刚才的画面，忽然有些羞愧。他和埃姆林把好好的大地母神教堂弄得就像军火或毒品交易现场一样。确认好2件材料的状况，克莱恩啪的打了个响指，让衣兜内特意分出来的火柴燃起，让陡然升腾的赤焰将自身包裹。等到火焰回落，他已是消失不见。因为常常在丰收教堂与埃姆林怀特见面，他如今并不介意被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知晓他就是帮助对方清除黑暗人格的那位非凡者，甚至觉得这还能攀上点交情。点数钞票的埃姆林抬头看到这一幕，足足愣了2秒。他嗫嚅着嘴巴，小声自语道：我的皮箱，我的锡盒。煤气路灯光芒照亮的街道上，一辆马车碾压过层层水洼，向着皇后区的边缘地带前行。福尔斯已将自己有了老师并重新服用了一份学徒魔药的事情告诉了好友修迪尔查。确认他没有失控的迹象后，秀望了眼窗外比自己高不少的煤气路灯，疑惑道：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是以材料的形式保存，而不是魔药？你的老师完全可以预先调配好魔药带过来，不用现场再忙碌。福尔斯淡笑道。我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不同的非凡材料还有不同的用途，调配成魔药就没有办法再灵活使用了；二是非凡特性固化时可以一直保存，变成魔药后却不行，除非有特殊的隔离技巧。为什么？修诧异问道。这又不是一般的药剂和非凡武器，灵性会不断流散衰减。福尔斯没有笑的情绪，却不得不保持微笑。不是特性流失的问题，而是非凡材料一旦变成魔药，
不仅人类可以吸收，其他生物乃至没有生命的材料也可以，只是相对会缓慢很多。比如我用玻璃瓶存放魔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也许过上几天，那个玻璃瓶就能将魔药完全喝掉，变成特殊的神奇物品，甚至可能会因此开启一定的智慧。当然，我老实讲，这种情况副作用很大，形同失控者的遗留。七大教会和某些隐秘势力有掌握特殊的隔离技巧，但相当麻烦，不会用到中低序列的魔药上，真是神奇啊！修由衷的感慨道。他又望了外面一眼，压低嗓音道：快要抵达了，他和福尔斯是来参加 A 先生召集的非凡者聚会的。福尔斯心如刀割的笑道，希望能有识灵者的未待。他的老师多里安格雷离开前教导了他扮演法，并给了他一份戏法大师的魔药配方，让他试着自己寻找非凡材料。如果等到学徒魔药消化完还没有凑齐，再写信请他帮忙。这让福尔斯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里。我之前花大价钱购买戏法大师的配方和扮演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到目前为止，塔罗会对我作用最大、最不可替代的是倒吊人先生和正义小姐教导的注意事项，以及愚者先生对占卜的干扰，否则我早就被老师发现了问题，没法成为他的学生。哎，就当是为满月诅咒被抵消付出的代价。念头转动间，福尔斯突然瞄到 A 先生进行聚会的那栋房屋出现了明显的垮塌，很多地方甚至还有焦黑的痕迹。这里有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谁在对付 A 先生？官方组织。福尔斯当即对修做出暗示，并吩咐起外面的车夫，不是这里，在前面2条街道。极光会据点被发现，恐怖组织遭遇沉重打击。第二天早上，克莱恩刚翻开报纸，就看见了这条新闻。朱 A 先生死在这次围剿里，他庄重的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他已经将昨晚交易得到的千面狩猎者脑部异变垂体和血液扔到了灰雾之上。物球不会丢失，哪怕我死了，他们也不会丢。克莱恩非常放心的插了片培根咀嚼。经过昨晚那场交易，他的现金重新跌回1000磅以下，只剩735磅，也就能买下深海那家的头发，无力再兼顾人皮幽隐的特性。既没有更好线索，也没有钱的克莱恩在家里休息了整整1个上午，等用过午餐，才穿戴整齐出门，直奔贝克兰德桥区域。他之前和机械之星的卡尔森约定，有什么情报就去靠近西拜朗船坞的幸运儿酒吧找对方，如果消息特别重要且对方不在，则直接去杠杆教堂。反正夏洛克·莫里亚蒂不是什么隐秘组织的成员，不需要谨慎行动。午后的幸运儿酒吧并没有多少客人，克莱恩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吧台角落里孤独喝酒的卡尔森。他走了过去，敲了下桌子，压着嗓音举报。东区很多人在传播原初造物主信仰。卡尔森喝着纯麦芽酿成的酒，不置可否的回答：我知道了。果然，克莱恩暗语一句，转而笑道：我有一个关于第4纪贵族陵墓的线索啊。卡尔森顿住端酒杯的动作，愕然侧头望向克莱恩，并下意识推了推厚重的眼镜。可是他发现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并未描述后续，反倒看向好几步开外的酒保，悠然笑道：一杯南威尔啤酒。第223章克莱恩的要求。看到泛着洁白细腻泡沫的南威尔啤酒被放至夏洛克·莫里亚蒂的面前，卡尔森终于醒悟过来。等酒保远离这边，他压着嗓音问道：你想要什么？克莱恩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用几秒的时间品味了一下苦涩之后奔涌而出的麦芽香气和淡淡的回甘。干杯！他侧头望向卡尔森，微笑举了下杯子。卡尔森毫不犹豫就摇头拒绝了他的邀请，并嘟囔道：你的是啤酒，我的是烈性蒸馏酒，并不适合干杯。克莱恩本身也只是做个样子，再次抿了口南威尔啤酒，目视前方，呵呵笑道：我要的很简单，我并不清楚陵墓里面会有什么，所以只能较为含糊的描述。问，我希望能从你们探索陵墓的收获里挑选一件，我并不贪心，这不会涉及高层次的物品，哪怕真有，我也不敢索取。如果你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或者那里只有高层次的事物，那我什么都不要。当然，我相信后一种情况发生时，你们肯定不会吝啬给我一笔现金。符合我贡献的现金，昨天从沙伦小姐那里知道阿蒙家族陵墓的事情后，他就有了大致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吹响铜哨，联络阿兹克先生，与对方联手探索陵墓。不过，这个方案有许多潜在的问题。一是还在寻找记忆的阿兹克究竟恢复了多少实力，克莱恩并不清楚；
二是阿兹克正被军情九处追寻，贸然联系很容易给对方和他自己带来麻烦。三是克莱恩大概率会因此重新进入封印物008的视线，当然他有考虑过借助灰雾来完成联络和探险的可能，但灰雾之上吹响铜哨根本召唤不出信使，这点就死死卡住了后续的设想。更为重要的是，克莱恩暂时还不敢也不想把灰雾之上的秘密暴露给身份未明的阿兹克艾格斯，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方案，那就是利用线人的身份将情报上交给机械之心，并索取相应的合理的报酬。若论高序列强者的数量，还会有比七大教会多的势力吗？据克莱恩所知，黑夜女神教会里有近10位高序列强者，也就是说13位大主教加9位高级执事有接近一半达到或超过了序列4，这还没计算女神的眷者执掌教会的那位教宗冕下。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在这方面即使有所不如，也不会相差太多，他们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霍拉米克海顿就是位高序列强者，而这种积累丰厚的正统教会对中序列的事物不会非常的看重。克莱恩认为自己有机会谈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简单来说，第二个方案的核心要素就是有困难找组织。听到克莱恩开出的价码，卡尔森愣了一秒，脱口问道：你不是神的信徒吗？我心里住着的一直是女神。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三角圣徽。正是因为信仰神，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而不是通过斯坦顿先生透露给职业者。神说，愿自强者便让他强大。只有我变得更强，拥有更多的金钱，才能接触更多的渠道，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为你们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情报。为了说服机械之心，他上午特意翻了翻之前买回来装点门面的蒸汽与机械盛典，找出了几句符合需求的神灵语录，并认真背了下来。卡尔森一时竟无法反驳，待在那里忘了喝酒。克莱恩见状，忙又补了一句，而且这有利于你们建立和谐高效的新时代线人关系。只要你们宣扬出去我因此获得的报酬，以及你们信守承诺绝无反悔的行为，我相信其他线人肯定深为感动，大受激励，拼尽全力也要为你们搜集到有用的情报。当然，我希望宣传的时候用我的化名。卡尔森听得一脸呆滞，端起酒杯咕噜喝了一大口，险些呛到。可夏洛克，真实的你和之前我印象里的你完全不同，他感叹了一句。他记忆里的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擅长分析和推理，极为冷静，极为客气，并充满正义感的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意见，是神的杰出信徒。而现在的对方，克莱恩喝了口啤酒，低笑了一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以单独的面代替整体就很容易犯错，这是推理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卡尔森平复了片刻，站起身道，我没有权利答应类似的要求，我会立刻汇报上去，你在这里等待一会。好。克莱恩招手喊来酒保，加了份炸薯格。等他慢悠悠吃完食物，喝掉啤酒，机械之心的执事伊康瑟伯纳德就带着卡尔森返回了酒吧。你的要求没有问题，但必须附加一点，那就是有很强副作用和诅咒效果的物品不在挑选的行列。伊康瑟环顾一圈，见周围没什么人，遂沉声说道，我要的是材料。克莱恩当即笑道，好，我冒昧再问一句，这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上层的回应？我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伊康瑟用帽子压了压自己蓬松的头发。不过因为事情涉及第4季的贵族陵墓，我有给大主教拍电报，他在回电里没有反对。好的。克莱恩再次画了个三角圣徽，我现在就将情报告诉你们。伊康瑟下意识就摇了摇头，他左右看了看，指着一个桌球示道，我们进去再说。这个总是被叫做阿罗德斯的镜子公开处刑的执事还是很老练嘛。克莱恩咕哝一句，跟着伊康瑟和卡尔森进入了桌球室，并确保左右2个房间没人。克莱恩停顿几秒，斟酌着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有非凡者在白崖镇斯特福德河的河湾处发现一个隐蔽的陵墓，并探索了外围，找到了一些物品。事后他们招募人手做更进一步的探索，结果再也没有人回来，你们到那里仔细找一找，肯定能发现相应的痕迹。伊康瑟认真听完，追问道，确认是第4季的贵族陵墓吗？外围的那些物品可以证明是图铎王朝阿蒙家族的成员。克莱恩如实回答，并提醒了一句，死在里面的非凡者并不弱，而且数量不少。我认为这个陵墓不是高序列以下能够探索的。阿蒙。伊康瑟本能就微皱起了眉头，看得出来，身为执事的他有权限知道一些古代秘辛。
不等克莱恩再次强调，他抬起目光道：“我们会先搜集相应的资料，再采取行动。第4季的贵族陵墓非常危险，你不要把这个情报再告诉其他人，或者自己去探索，否则你和你的朋友只会失去生命。如果我敢，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克莱恩自嘲一笑道：“我的信誉一直很好。”达成交易，目送伊康瑟和卡尔森离开后，他戴上帽子，慢悠悠走向了幸运儿酒吧门外。对于第4季的大贵族，对于阿蒙家族，机械之心还是很谨慎吧，他们至少得准备好几天才会展开行动吧。谨慎。克莱恩随意发散的思维突然定格在了一个单词上，他想起了另外一件足以称得上谨慎的事情。罗塞尔加入疑似黄昏影视会的古老组织后，在本身以中文书写的秘密日记里，竟然一直没有提及对方的名称，每次都是用相应的特征来代指。这是一个谨慎到让人产生怀疑的现象。为什么罗塞尔大帝不敢提那个组织的名称，哪怕用中文也不敢？这和他日记里什么都敢记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在害怕什么？在担心什么？难道只要说出或书写下黄昏影视会的名称，不管用什么语言，都会被他们知晓？他们之中的某位成员或者拥有的某个封印物有类似的能力？克莱恩浮现出一个猜测，但无从证实，除非他愿意冒险去做尝试。先假定为真，而我没有被他们感知，是因为通灵欲望使徒是在灰雾之上，告知正义小姐也是在借助灰雾回应祈求时。马上又到周一了，我得在塔罗会上提醒下正义小姐，让她不要说出或记录下黄昏影视会这个名称。至于理由嘛，给她一个眼神，让她自己领会。克莱恩很快有了后续的安排，大踏步离开了幸运儿酒吧。他见时间尚早，直接乘坐马车去了克拉格俱乐部，打算在那里消磨下午时光。刚进入大厅，他就看见了马术教师塔利姆·杜蒙特，这位贵族后裔坐在角落里，拿着杯猩红的葡萄酒，脸色红润，精神亢奋地品着。塔利姆，你的心情似乎很不错。克莱恩笑着打了声招呼。塔利姆呵呵笑道，因为新年即将来临。说完，他颇为兴奋地问道，夏洛克，你知道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滋味吗？克莱恩露出假笑，很抱歉，我还是单身，那真是太遗憾了。好了，我得去忙碌了。塔利姆喝光剩下的酒液，起身挥手道，对了，谢谢你介绍的弗兰米凯奇先生。克莱恩想起脚踏车项目的投资，诚恳的道了声谢。最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请您带我品尝贝克兰德的美食。新年后吧。塔利姆戴上帽子，笑眯眯走向接待厅。这家伙进入恋爱的季节了。克莱恩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他刚转过身体，走了几步，忽然听见了扑通的重重跌倒声。克莱恩猛地回头，看见塔利姆·杜蒙特倒在地上，左手死死地按着心脏位置，身体不断抽搐。克莱恩几步赶了过去，可这个时候的塔利姆已口吐完白沫，失去了生命最后的气息。只是几秒的功夫，刚刚还满面春风的他就变成了一具死尸。第224章讣告。这不是克莱恩第一次看见熟悉的人死在面前，但却是最为突然、最没有前兆的一次。他的脑海内似乎还残留着塔利姆·杜蒙特刚才询问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滋味时的表情，那是一种潜藏着兴奋和炫耀，却又碍于某些因素不能直接分享，必须小心翼翼的生动表情。太快了，正常的疾病不会这么快导致死亡。克莱恩表情沉凝如水的轻叩牙齿，开启了灵视。他单膝着地，蹲了下去，看见塔利姆·杜蒙特的气场和情绪颜色在飞快消失，而被紧紧捂住的心脏位置则有丝丝缕缕的黑气缠绕如蛇，并渐渐暗淡，类似诅咒的非凡手段。克莱恩瞬间做出了初步的判断。这个时候，穿红马甲的侍者和附近的黑白裙女仆奔跑而至，惊恐地看着地上眼睛圆圆睁大、嘴角残余白沫的死者。克莱恩闭了下眼睛，沉声吩咐道，去附近的警局，告诉他们这里有人死了。是。莫里亚蒂先生。红马甲侍者当即转身往门外跑去，慌张的连外套都忘了穿。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克莱恩没去检查塔利姆的随身物品，也没试图拔下几根头发，以便无人时尝试占卜。他的身份已经算半官方半地下，完全可以借助机械之心的力量来进行后续调查，没必要做孤胆英雄。想到和塔利姆·杜蒙特多次玩牌的场景，想到对方介绍的委托者和投资人，想到那个让自己记挂了许久才有答案的言情故事，克莱恩忍不住长长的、缓缓的叹了口气。
谁是谋杀塔利姆的凶手？塔利姆究竟得罪了哪位擅长诅咒的非凡者？看今天的表现，他应该处于一种很幸福、很安定的状态，完全没有招惹到可怕人物的自觉。一个个疑问在克莱恩脑海内闪过，却又因为他不够了解塔利姆·杜蒙特而缺乏产生灵感的土壤。等到警察来临，他作为目击证人接受了询问，耽搁了不少时间。直至这一切完成，克莱恩才有机会离开希尔斯顿区，再次前往贝克兰德桥区域的幸运儿酒吧。卡尔森依旧在那里喝酒，只是将纯麦芽酿造的烈性蒸馏酒换成了色泽金黄、泛着泡沫的啤酒。克莱恩抬起右手，半捂半捏了下嘴巴，靠拢过去，轻敲桌面道：“你的工作就是每天在这里喝酒？”卡尔森吓了一跳，侧头看见是夏洛克·莫里亚蒂，才放松下来。“你又有什么事情？”这样的反应很熟悉啊。克莱恩无声叹息，凝重说道：“有个涉及非凡者的案子。”卡尔森当即四下张望，发现此时的幸运儿酒吧也有不少客人，他们或端着酒杯大声嚷嚷，或跃跃欲试的想去拳台较量一番。走，玩一局桌球。卡尔森推了下厚重的眼镜，拿着啤酒走向了一间空着的桌球室。克莱恩紧随其后，并熟练的关上了房门。“你的酒量似乎很不错。”他先随口说了一句。“不，我只是喝得慢。”卡尔森放下酒杯，拿起了球杆。接着他莫名补了一句：“而且我最近想一个人待着，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克莱恩抿了抿嘴唇道：“我在希尔斯顿区的克拉格俱乐部遇到了一起死亡事件，那是我的朋友，一个贵族后裔，马术教师。他平时身体很健康，最近精神状态也非常不错，但刚才却猝死在了我面前，看起来像是突发心脏疾病。但我的灵视告诉我，他也许是受到了诅咒。你擅长灵视？”卡尔森下意识反问了一句：“斯坦顿先生究竟给我编造了什么具体情况？”成为机械之星的线人后，他们都没有询问过我是哪条途径、哪个序列的非凡者，也没有打听我的来历和出身。当然，让线人保留一定的属于自身的秘密，也是官方组织常常采用的策略。克莱恩坦然回应：“是的，那位死者的胸口有一些飞快暗淡的虚幻黑气，确实可能涉及诅咒，涉及非凡者。”卡尔森未再多问，缓缓点头道：“希尔斯顿区，这在我们机械之星的管辖范围内，在贝克兰德的西北区域，也就是这个大都市的核心区域。皇后区、乔伍德区归属代法者，西区、北区属于职业者，希尔斯顿区和贝克兰德桥区域则被机械之星管理着。”说到这里，卡尔森望向克莱恩，求证道：“你那位朋友信仰哪位神灵？”仔细想了几秒，克莱恩有点犹豫的回答：“风暴之主。”风暴之主的信徒只有他一个死者。卡尔森皱眉问道，对克莱恩给出肯定的答复。卡尔森摩挲着球杆的顶端，吐了口气道：“我们无权接手，这是代法者的领域。不过我会把你提交的情报转达给他们的。在鲁文王国，超凡事件的管辖权原则是先按信仰划分，如果涉及多个教会、多位神灵的信徒，则以管辖范围来定。”克莱恩对此并不陌生，无意为难卡尔森，诚恳说道：“谢谢，希望他们能尽快找到真正的凶手。”卡尔森端起放在旁边的酒杯，喝了口道：“那是一位贵族后裔，代法者肯定会重视的。”停顿一秒，他打量着克莱恩，低沉说道：“我很难相信你才来到贝克兰德3个多月，你似乎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拥有众多的资源，有的人天生擅长这个。”克莱恩摇头自嘲，告辞离开。他返回到明斯克街时，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煤气路灯被工作人员相继点亮。虽然和塔利姆·杜蒙特的交情算不上深厚，但他也是克莱恩差不多每周都会遇到一次的熟人，事隔3差5就会聚在一起打牌的朋友。而且塔利姆相当热情，一直在吹捧莫里亚蒂大侦探，并身体力行的介绍了委托和投资。他的逝去同样让克莱恩感觉悲伤，充满对命运的无奈。除此之外，他还有着不少的愤怒，对诅咒杀人者的愤怒，希望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希望代法者不要因为尼根公爵被刺杀案人手不够。克莱恩叹息一声，走下马车，向自家大门行去。这个过程里，他发现隔壁萨默尔家没有灯光，看来他们在前往迪西海湾的路上了。这就是贝克兰德的新年气氛，而我完全没有感觉。克莱恩一时有些唏嘘，带着这样的情绪，他早早睡去，在7点的钟声里醒了过来。为了转换心情，
克莱恩决定今天尝试下自制蛋糕。用过早餐就去买材料，他低语一句，喝起牛奶，随手翻看报纸。很快，他在塔索克报上看见了一则讣告：爱子塔利姆·杜蒙特因突发心脏疾病于12月18日死亡，他的葬礼将于12月21日上午9点整在皇冠墓园举行。特此讣告在北大陆因事变等缘由，已形成了一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死后尽快下葬。当然，前提是不缺这方面的钱。突发心脏疾病，这就是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说代罚者故意麻痹真凶？克莱恩皱起眉头，无从判断。也许可以去灰物之上占卜一下是否为代罚者的陷阱，但大概率出现失败的结果。毕竟既没有随身物品，也不是针对我自己。他吸了口气，沉静下来，有条不紊地填饱了肚子。之后的尝试没有出乎克莱恩的预料，他只好离开明斯克街，乘车前往希尔斯顿区拜访艾辛格斯坦顿。这位大侦探走在温暖的室内，指着前方道：夏洛克，要来一份早餐吗？我厨师的手艺并不比我差。不，我已经用过早餐了。克莱恩摇头，谢绝了好意。艾辛格停下脚步，随意问了一句：你打算去哪里过新年？我准备去伦堡，还没有最后确定，也许是尖海。克莱恩敷衍道，那里的风景原本很不错，可惜煤铁资源丰富，航运也相当发达。艾辛格理了下领口，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斗，你似乎有些焦急。斯坦顿先生，我有件事情想咨询你。克莱恩顺势把塔利姆·杜蒙特的死亡、自己的临时结果、向机械之星提供意见的经过和今早的讣告完完整整描述了一遍。当然，他隐瞒下了自己已成为机械之星线人的事情，只说为了朋友找到了欲望使徒案件里认识的官方非凡者。你认为这是代罚者的陷阱吗？他最后问道。艾辛格拿着烟斗，沉吟着说道：我一直都努力的避开代罚者，对相应的情况不够了解，我会托人打听一下，如果有消息就写信告诉你。好的，谢谢你。克莱恩诚恳行礼。到了晚间，他收到了艾辛格专程派人送来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这个案子不是代罚者处理的，王室以塔利姆·杜蒙特是贵族后裔的名义将案子要了过去。第225章邀请。王室。克莱恩拿着艾辛格斯坦顿派人送来的信，无声自语了一句。他抬头看见窗外阴雨滴滴答答下落，煤气路灯散发着一圈又一圈安静的光晕。客厅之内，茶几整洁，几叠报纸摆在一角，四周没有半点声音。克莱恩坐在沙发上，身体略微前倾，沉默了许久。过了近10分钟，他吐出浊气，摇了摇头，动作缓而重地将手里的信扔进了垃圾桶内。他慢慢站起，没有表情地往2楼行去，而垃圾桶内来自艾辛格斯坦顿的信却悄无声息着了火，并迅速卷起，化为黑乎乎的灰烬。周一上午，克莱恩站在洗漱镜前，用右手拇指和中指分别按住两侧太阳穴，略微用力地揉了揉。做完这一切，他拧开龙头，埋下身体，捧起冰冷的自来水泼向面部，在一阵寒颤里洗完了脸。重新变得精神的他挂好毛巾，走向1楼，简单的弄了个单面熟的煎蛋配加黄油的吐司，当然一杯加了些许柠檬片的红茶，既解渴又消腻。用完早餐，悠闲翻看剩余报纸时，克莱恩突然听见门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谁？新委托？难道机械之星已经探索完阿蒙家族的陵墓？不，没这么快。克莱恩犯了嘀咕，放好餐巾和报纸，慢悠悠走向大门。握住把手的时候，他脑海内自然而然浮现出了门外来客的样子。那是位穿戴的一丝不苟的中老年绅士，衬衣雪白笔挺，厚厚的灰蓝色马甲完美收住了肚子，长款的燕尾礼服线条分明，没有一丝瑕疵。这位绅士穿着双锃亮的皮鞋，完全看不出走过阴雨和泥泞的痕迹。他戴着双白色线织手套，两鬓掺杂了几根银色的发丝，脸部法令纹深重，浅褐色的眼眸严肃到不含一丝笑意。不认识。克莱恩嘟囔一句，打开了房门。请问您找谁？他礼貌问道。那中老年绅士摘下帽子，按在胸口，用最标准的姿态行了一礼。我是一位管家，代替我的主人来邀请您。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我认识贵主人吗？他找我是为了什么事情？克莱恩简直满头都是雾水。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注意到水泥道路对面停着辆马车，外壳黑深厚实，窗户内侧装有帘布，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货色，低调里透着奢华。克莱恩凝目一瞧，忽然发现车厢的显眼位置有一个文章，那文章的主体是一把竖直向下的剑，剑的柄部则有一个红色的皇冠。这审判之剑，代表王室奥古斯都家族的审判之剑。克莱恩心中一凛，大致明白了管家的来历。或许他还是较为强大的非凡者。克莱恩在心里做出猜想。专业而严谨的管家并未在意他的审视，露出礼貌性的笑容道：您和我的主人并没有见过面，但应该称得上认识。您一直在向他提供以塔罗牌为象征的那个组织的线索，而他也支付了您需要的金钱。果然是塔利姆提到过的那个大人物。我一直在用似是而非的假消息骗经费，甚至把老科勒那里需要报销的费用都转嫁了过去。这下不好拒绝对方的邀请了啊，尤其塔利姆还死了。克莱恩沉吟了2秒道：贵主人找我过去是为了塔利姆的死。是的，塔利姆是他的朋友，他为他的死亡感到悲伤和迷惑。而他听说您当时就在现场。老管家吐词清晰的说道：不，我没有。克莱恩下意识就想要否定，但最终还是只能点头。对，我看着塔利姆死在我的面前，真是一件让人悲伤和遗憾的事情。老管家语气真诚的说道：您愿意接受我主人的邀请吗？我还有理由拒绝吗？那样显得非常可疑，说不定被你当场隔壁。克莱恩望着对方道：我上午正好没有事情。好的，莫里亚蒂先生。请老管家略微弯腰，伸出戴白手套的右掌，指向水泥道路对面的那辆马车。哎，一直避免接触大人物，结果还是因为塔利姆的死亡不得不去面对他背后的那位，也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引来关注或更多更深入的背景调查。我得提前做好预案，随时准备着放弃这个据点这个身份。还有，尽快拿到人皮幽影的特性和深海那家的头发，尽快晋升为无面人。那样一来，我抗风险的能力何止翻倍。克莱恩换上外套，戴好帽子，走向那辆有王室文章的马车时，已经想好了后续的一些事情。这时，老管家携带的仆人帮他打开了车门，踩着厚厚的棕黄地毯，看着存放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香槟、朗奇、黑兰德的木柜和一个个水晶打磨的杯子，克莱恩一时有些拘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朗奇指纯麦芽酿造的烈性蒸馏酒，有很多种类，比如水手们最爱喝的烈朗奇，而现在柜子里的那几瓶明显是高档货。至于黑兰德，则是指混杂了其他谷物发酵的烈性蒸馏酒，和朗奇一样，都属于鲁恩特色。看着马车驶过湿漉漉的街道，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到皇后区吗？不，我的主人在皇后区郊外的红蔷薇庄园等您。老管家没有隐瞒，看来是王室的庄园。克莱恩想了想，微笑再问：您现在可以告诉我贵主人的身份了吧？老管家本就挺直的腰背愈发笔挺，下巴有所抬高。他是立国者、保护者的后裔，他是强势者的子孙，他是国王陛下的第5个孩子。拉斯廷伯爵，埃德萨克奥古斯都王子殿下，原来是3王子，倒数第2小的那个王子，不过好像也有21、22岁了。克莱恩回忆起在克拉格俱乐部的见闻和报纸杂志上偶尔出现的描述。马车驶过一条条街道，从有人工湖的地带绕行往偏西北方向，花费了1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一座占地面积极广的庄园。庄园门口，克莱恩接受了2位穿白色长裤、红色军服的士兵的检查，并未隐藏腋下枪带和左轮的存在。他相信埃德萨克王子周围肯定有人能看出自己携带着枪支，因为想靠幻术欺瞒，很容易弄巧成拙。反正王子知道我是一名私家侦探，他的手下肯定不会因为我非法持枪就将宾客扭送至警察局。克莱恩眼睁睁看着士兵拿走了枪带和左轮，并被告知出来时领取。又经过2重检查，克莱恩跟随老管家绕过主屋，来到一片有丘陵、有水流的宽广区域。这里唯一的缺点是草木早就因隆冬而凋敝，一片荒芜。哒哒哒，几匹马从远处奔了过来，停在前方。一位穿白色长裤、高筒黑靴、修身衬衣和深色骑手服的年轻男子敏捷下马，走了过来，其余人等则紧跟在他身旁。他取下保护头部的盔状帽子，微笑对克莱恩道：终于见到你了。莫里亚蒂大侦探看到他，克莱恩顿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不是因为他长得多么英俊，而是他很像印在5磅钞票上的亨利·奥古斯都一世。
埃德萨克·奥古斯都同样有一张圆润的脸庞和一双狭长的眼睛，但一点也不严肃，反倒始终带着笑意，年轻而朝气。我之前并不知道委托我的是王子殿下。宁克莱恩弯腰行了一礼。埃德萨克拿着马鞭，在掌心掂了掂，呵呵笑道：“我听说了你在连环杀手和欲望使徒两起案子里发挥的重要作用。塔利姆的推荐确实不错。哎，谁能想到前几天还和我一起赛马的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前往暴风和闪电的国度。从立国以来，奥古斯都家族就一直信仰风暴之主。”不等克莱恩接话，他沉下表情道：“对塔利姆死亡之事的调查并没有经过我，莫里亚蒂先生，我希望你帮我找出真相。王室其他人给出的结论，你的两位兄长一上来就是这种程度的倾轧，我承受不住啊。还有，王子殿下，你的风格真直接。”克莱恩叹息道：“虽然很遗憾，但我还是想说，塔利姆是因为突发心脏疾病去世的，是吗？待法者那边有传来消息，说某位叫做夏洛克·莫里亚蒂的大侦探指认塔利姆的身上有诅咒的痕迹。”埃德萨克王子轻笑了一声，克莱恩只能苦笑回应：“王子殿下，您应该知道我的原则，我还想再活50年。塔利姆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埃德萨克王子当即反问道。克莱恩正不知该怎么回答，忽然有女仆从主屋过来，快步靠近王子，压低嗓音说了几句话。埃德萨克顿时板起了脸孔，告诉他不能出去。说完之后，他踱了2步，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下来，蓝色的眼眸里多了几分柔软和无奈。但我允许他离开房间，在庄园里随意走动。